你先去救钟姑娘。快！怒风黑火，掠夺气势。赤日阳十连绽放。不人不鬼，何必苟活？不要告诉我，玉落宫一战，你真的信了他的伪装？做坏事，只要不被发现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和剑王城的百年基业成为你错信的代价。唐丽慈，你果然是个怪物。于其凤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当然可以杀我。今日将剑辉困死于此地，明日再杀进剑王城，杀进碧落宫。整个江湖杀得血流成河！然后放出关押在茶花岛的追随者，他们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赢回一阙阴阳，顺生逆死，就像10余年前一样。哼！他说的畜生！你既然是这么想的，那我就帮你圆梦。一阙阴阳，你果然是一阙阴阳。碧落宫、剑会都是你以退为进的借口吗？福儿啊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你这就杀了一阙阴阳，以祭奠你牺牲的壮举。看到了吗？是他一直在利用你。八戒，唐丽慈，八戒，你为什么要拔剑？你相信一阙阴阳，却不信你父亲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父亲。去死吧！还是做仇人，不做父子。一起用事险些坏事。这声音，阁下如何称呼？鬼牡丹。对不起。
你在此地调息静养，等待接应。与七凤拖延太久，我先去救钟姑娘。不知道唐公子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小石，小石，你没事吧？玉感，师傅，有危险！此阵已开，所及之处，皆为我武境施展之地。画地为牢，自困囚笼。刘演平日里就是这样自怨自艾的吗？尊主命我拖延唐公子片刻，凭着牢笼和迷烟，就想困住唐公子，可别小瞧了这囚笼。公子一旦离开了这个囚笼，这位钟姑娘可就危险了。除此之外，尊主还为我留下了一个东西。此物名为水中花月镜，不仅可以将你们行动一览无余，还能让你们观赏风流殿如何屠戮中原剑会。不过唐公子、钟女侠大可放心，你们所在之处非常安全，只需等他们都死光了，再出来为他们收尸即可。钟姑娘，你撑住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无我即无相，你看到笼中的我，本就是虚妄。唐公子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就算练一辈子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，不想活了。唐公子，你也是怪物，你应该知道，身为怪物有多么真实被救赎。你就是他们说的怪物。花无言，跟我来，我需要你。你这被世人厌恶的力量，对我来说却是无价之宝。帮助我，用你这怪物的力量，帮我杀掉怪物。所以我活着，就没有想活不想。我活着，都是为了尊主。进。
无声万花花。不值得。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人界归一，验证轮回镜，青莲命，白水银，平川无照，见之明。可看一生爱如草，永不削减负恩情。美人缘，负美人；恩师义，负恩师。空行碌碌折叶鹰，无脉人生皆落雪。归去，归去，归去，起身自清。灭世三仙剑。牡丹楼的一草一木都由我亲手浇灌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。这辈子能为尊主赢下唐丽慈一次，自又何惜？天魔解体大法！这一生真的活错了。倘若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不要再被人抛下。你命里清源淡我，全才两空，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，你得拼了命去争取，才有一丝可能。只要错过一个机会，全盘皆输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而钟姑娘还在粉饰太平。但如果我是你摊上的这种，我就安心的做个普通弟子，还争什么呢？如果我非要争，钟姑娘，你是一个凡人，为什么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？我要成为主宰命运的人。
青尸骨，这东西若是钻进了你的脑子，想要再取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唐一子，八戒，为什么要保护我？到底什么是真？不是让你原地等接应吗？你在此地调息静养，等待接应。愣着干嘛？跟我来。少建主，看来你是撑不倒唐公子了。谁说我身子骨不行了？少建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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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少建主，多了你们几个也一样。有种你放马过来！这是血。这是花无言的血，他死了，但他的死会给你们带来一份大礼。唐烈所留的阵眼标记。找印记，快！好。老婆，你的解药丸不起作用了。我哪知道，这玩意儿它还能变异呢。加油，成功！牡丹楼于我而言不过浮云，舍弃又何妨？你们这群蝼蚁，一个都别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！若我把太和剑的力量全部释放，肯定可以解决流言。既然局面无法扭转，起码要让这魔头陪葬。九该星辰，玄妙之妙。看黑夜而开明，为天宇而有序，应山川而维护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玉落宫重归洛水，幸得唐克尊相助。若江湖有难，玉落宫可借九霄雷云之法，铸剑会出奇制胜。婉玉公主，拜托你了。独慢四起，丧天之德。无似星辰者，婉玉月旦。诚以长兄之武，抚借天地之灵。围攻开道，降临消恶。
这一仗你已然落败。牡丹楼你可以舍弃，战友你可以舍弃，方舟所传之正道你也轻易舍弃，但我却绝不会舍弃剑会中任何一名弟子。我以太阿神剑为誓，是要保全所有弟子的性命，更要亲手斩下你这魔头之首，即便为此粉身碎骨，为正义而战。何惧之有？若是在其他地方，恐怕我有命丧此招之下。但我能将你们诱入此地，自然不能毫无准备。这正是我为太阿剑准备的冰花光，和3人之力专等击剑的那一刻将你控制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少剑主，世间若有好奇，方舟何至殒命？少剑主，师父。刘琰，花无言因你而死，像这样无谓的牺牲，你还要重复多少次？这句话应该送给你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春儿，春儿，春儿。除了这样拙劣的挑拨，你还会什么？拙劣？能比你在碧楼宫骗我的话更拙劣吗？我去过周地楼，那里分明什么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将你擒住，再与你说清楚。无害的脸去欺骗，相信你鬼话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你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办到，这中原剑会，就是因为你的自信而毁。教门主，所有蛊虫都攻向了唐公子那边。依唐公子命令行事。通知宴营点火。刘琰，你将所有后手都用来袭击我，就已经花光了手中的底牌。收官时刻已到，这就是我的加倍奉还。唐离慈，牡丹楼送你了。这样下次再见时，你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呢？好，好。
天地真小，但看得久了，却又觉得这小小的夜空，就像是一个漩涡，不断的旋转着，将人卷进去。我们死在这里，算不算死而同学？陶姑娘，为什么加入风流殿？陶姑娘才貌、智慧、武学，俱是当世一等，为何加入风流殿？先生是想夸奖我的美貌吗？你确实有引以为傲的美貌，但这并不是在下的问题。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友，今日方想与奴家谈心，只是想要知道别人的秘密，不是应该先说出自己的秘密吗？我其实是前朝太子，当今圣上是我堂兄。你是前朝太子？一阙阴阳之乱，是我父皇宠信奸人而起。我虽身为太子，却没能阻止父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，数十万条人命，即便只分1成给我也救赎不了。因此，我入天境阁修行。那你就更应该杀我，杀了我才能救更多人。你用性命做诱饵，就只是为了看在下堕落的一瞬间？似先生这般意志坚定之人，落地时的声响必然清透响亮。在天境阁修行时，我因懊恼自己无能救下那些人，心魔横生，险些走火入魔。是我师父告诉我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在下是天下间还活着的人里最该死的一个。我若没死，别人就更不该死。我若不能原谅别人，就更不能原谅自己。姑娘常戴此珠，未必没有从善之心。朴珠先生，我这珠子里装的是剧毒，诛杀。可以为毒，也可入药，皆在姑娘一念之间。你做什么？你若死在此处，那就是在下害死的你。我双腿受伤，但功力尚在，只要为你疗伤，你便能脱困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风流殿的西公主。我没想感化谁，只是不想再背负人命。你若再做，自会有他人收拾。只是那时，或许已不是在下所能干预。此番牡丹楼之战，西方桃也未现身。他和朴珠先生，要么还在继续鏖战，要么已经和解。虽然到现在还未找到朴珠先生，但在唐某看来，他与西方桃应该都还活着。打这么大的架，为什么没人叫我？啊？我叫你办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可不得了，
我跟你讲，还好我去了。回去再说。唐某先行告辞。哦，走。哎，我这一路上的经历啊，只能用传奇2个字来形容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水里游的海里爬的，我都给你经历过了。只能说吧，我脑子比较好，能活着回来给你汇报。你猜我去落魄13楼碰见谁了？巧艺乾坤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偷跟着我了？不是，你不是在打牡丹楼吗？方平斋一向异想天开，这世间愿意跟他一样白日做梦的，怕是只有同样疯狂的巧艺乾坤了。不管是方平斋还是巧艺乾坤，他们2人于风流店而言，充其量只能算个外援，而藏在背后指使一切的，恐怕另有其人。有道理啊，那你一定不知道是谁带巧艺乾坤去的？一个孩子。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只要你给我，什么逆天转命、时光倒流都不是问题。巧艺乾坤好像刚从什么地方匆忙赶来，后来我跟去13楼听见他们谈话，他们谈的事情虽然我没听懂，但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事，什么神迹，什么颠了个倒、逆天转命的。还有啊，那孩子能让巧艺乾坤如此重视，确实蹊跷。但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方平斋就是个疯子。刘演背后确实还有一个人，这个被人操控还自以为是的傻子。于少侠。我有事想与唐公子单独说。你们之间什么时候这般好了？还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听？哎，行，你们谈，我去吃饭了。阿谁烧了菜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于少侠找唐某何事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揭穿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在修于牡丹楼刺伤你的事，我恨你利用剑王城，更是一直在怀疑你。我想报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过就是想要报仇而已。我若是你，我也会想要报仇。江湖人，报仇不分对错。唐离辞，你如此一次次卖给一个仇人恩情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在这江湖上，唐某的仇人多如过江之鲫。我为何要卖一个仇人恩情？你如果心意坚定，一心想要报仇，又为何会在刺完那一剑之后，没有其他动作？又为何不跟着于气凤一同加入风流殿，反而回到这中原剑会来？于少侠，你这一剑，对唐某而言无关紧要。叶王，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那日在剑王城，幸得此剑，方能将毒物镇压在500丈内，剑王城才不至于被全毁。你实在不必将这恩情记在唐某头上。只是，你若不能将此剑开封，现在的你，就连说原谅唐某的资格都没有。
中原剑会那群王八蛋，真的毁了大半个牡丹楼。可恶！不长眼的畜生！国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参见班主。飘零梅院的一草一木，你都不能动，就算摘下一片叶子，都得填命。是。白素车，让你收集的黑土里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。我出去又回来，你都还没想好。沉着才能取胜。快点！别抱怨。尊主留下的这盘残局，班主曾经说过，风流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班主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尊主说的有道理。此时此刻，班主还有心情下棋。牡丹楼虽然损毁，但中原剑会又何尝不是大伤元气？双方都需要休养，那就暂且收兵。养精蓄锐，这是一种博弈，而棋局同样，博弈的快乐就在于胜负揭晓的瞬间。无论是一翻两瞪眼的运气，又或者是绞尽脑汁的算计，甚至有人不惜代价赔尽家底，却又说博弈之道，小赌怡情，无胜负心，方能不执着。无胜负心，就不会赢；不执着，不成魔。你看，输了吧？这就是赢的快意，输的失落。我虽然输了，却没有失落。请尊主好生养伤啊！他是风流殿的主要战将，你带回来的残兵败将远远不如他。难道西方逃跑了，变成西方逃了？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没有人能逃过风流殿的掌控。什么鬼天界这是？嘿嘿，比起本山人的风雪归尘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拜。看样子，这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。还好把阿婶和小石留在了洞口。这么大的雪，我们也未必能找到可行之路。等等，你也发现这黑石头不对了？我刚才就发现它跟我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你不会不认识路，带我们来回绕圈子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能不认识路？这附近到处都是一样的黑石头。不是石头啊，
准确的来说，是用来建造城池的墙砖。什么墙砖这么脆，一捏就碎了？烧脆了。什么火这么厉害，能给墙砖烧脆了？而且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不像有城的样子。有，这里有一座小国，叫姑墨国。姑墨国，没听过。我听过，情报是13楼的专长。姑墨国其实也就城池大小。瘟疫大行，为了阻止瘟疫，国王收集尸体开始焚烧，可是，一不小心引发了火灾，一夜之间，全城尽焚。还是那个问题啊，什么火能这么厉害，给一座城烧掉？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这姑墨国王触怒众神，先降瘟疫，后降天火。天火？不是，那神医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接着探路吧，前辈。虽然少监主一开始确有犹豫，但是呢，唐公子一番慷慨陈词，说春儿你是剑会弟子们的标杆，我们是支持唐公子，要跟那风流殿拼了。春儿，刚才那些胡话，你是听谁说的？你们都给我过来！江建主，师叔不可！春儿，不用怕，师叔替你出气。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？不敢了。向中堂主道歉。中堂主高抬贵手，原谅弟子无知。出去吧。是。师叔，你为何突然这样？哎呀，春儿。江监主，春儿，我听其他弟子说，你怎么搬回善丰堂了？少监主这话说的，春儿能回来，自然是因为他是善丰堂堂主嘛。除了他，这个位置啊，谁坐我都不同意。原来如此。少监主看来是有事情要跟春儿聊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看来事情已经传开了。什么事情？春儿，你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刺青的事吗？什么刺青？我不知道。你自己看。日前，曾向少监主问过钟姑娘背上刺青一事，寻琅琊公主踪迹，姿势体大，我已写信告知义父，若宫中有人到访，少监主不必惊讶。如果4人内你没死，我送你一份大礼，一份能让你有价值的大礼。少监主，唐国丈和尉迟将军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唐国丈，朝廷的人怎么会去中妹的地方？哎呀，唐国丈，少监主，这位就是钟姑娘吧？请钟姑娘随我到皇后娘娘的行宫，让皇后娘娘验明身份。去吧。师傅，我……钟姑娘，
请。唐国璋，哎，诸葛亮，且。算了，还是下次再给钟妹好了。到了，本山人仁至义尽，小狐狸你好自为之吧。雪线子前辈，怎么了？想来要水多婆出手相助，并非易事。哦，这容易啊，他人就在那儿，你过去敲门求医，他肯治就治，不肯治再想办法，不麻烦的。若是不麻烦，你躲什么呢？谁躲了？雪线子，你这老不死，带了什么麻烦来？你改变主意了，打算把小雪芙交给我了？你休想！小雪芙跟着我是当初我们商量好的，你现在想反悔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当初就不该答应让雪芙跟着你，天天游山玩水，你有关心过她吗？前辈，雪芙是哪位？这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就是水多婆，这么年轻。哎呦，不要被她的外表欺骗了，她都是一把年纪的老太婆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唐丽慈。前阵子剑会通缉的一阙阴阳。一阙阴阳早已身亡，与在下无关。让我把把脉。你练的什么功？你这伤势早就该死了，怎么还活着？前辈感兴趣？没兴趣，只是好奇。你过来。啊？我？果真是这样。原来如此。你这伤势无药可医。唉，唐某这伤势确实无药可医，
前辈束手无策也属正常。你这小辈小瞧谁呢？我只是说无药可医，也不是无法可治，只是没有药物，而且治标不治本。前辈，此话怎讲？服侠一帖，就是治疗你这位朋友伤势的药引。数十年前，曾有天外一帖陨落于东南3里外的宝镜山上，它形如水晶，泛着七彩流光，名唤服侠一帖。这世间仅有此处独有，只是那里地形陡峭，更有异状。这数十年来，曾有许多人想要上山采取此石，最后要么是死于万丈山峰，要么就是不知所踪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凭我们的武功，难道还拿不到吗？我明日去取。我和老沈一起去。别以为你们武功高强就能随便上山，那可比你们想象的凶险100倍。如何凶险？不太想说，除非这个老头把血符交出来。你休想！这个血符跟前辈是什么关系啊？不会是什么法宝吧？唐公子，你跟我进来，其他人留在这儿。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是朱元剑会过来了？既然来了，躲躲藏藏可不是剑会的风范。西公主，当真敏锐呀！这位公子气宇不凡，与中原剑会之人断不相同。敢问姓名？为何会出现在秀玉牡丹楼？小生乃蝶伴重华，方平斋，想请西公主帮个小忙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落魄13楼楼主，只是以楼主的能耐，能有什么事是奴家能帮得上忙的？小生是来找人的，只可惜牡丹楼人去楼空，只能在此守株待兔。不过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让我等着了西公主。楼主要找谁？风流殿尊主刘衍，我与他有笔生意要谈。只可惜，奴家也想知道尊主的下落。楼主不见，秀玉牡丹楼早是渺无人迹。看来方某还是得抓一位风流殿的重要人物，才能吸引到柳尊主的注意。现在知道柳尊主的下落了吗？方楼主，背叛13楼的杀手有活路吗？当然没有。楼主又怎么会觉得风流殿会比13楼体恤部署呢？姑娘如此楚楚动人，柳尊主就不会不舍。方楼主还真是会说笑。不如这样，方楼主放奴家离开，明晚奴家便引荐尊主与楼主见面。姑娘的话可信？13楼向来是交易之地，做交易嘛，楼主开出买家付不起的价格。既然是生意场，一是信用，二是尊客。楼主想要交易，怎好得罪客人呢？姑娘的伶牙俐齿，真是令方某刮目相看。好，便烦请转告尊主，方某恭候大驾。
前辈有话想要问唐某。没有。你想问，唐某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会有如此特殊的体质？所以，你见过其他与唐某一般体质的人？我是神医，一摸便知道你与常人体质不同。在下来自天人境。天人境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没听说过。天人境，源自神州大陆，族内人人修行，皆为大功德者。当时的首领承诺族人全族永生，使用秘法强行将整座天人境陆地拔地而起，妄想飞升成神。可如此逆天之举，却使得整座天人境大陆消失在了破碎的虚空之中。数千年后，经历天人五衰，命在旦夕。后来的姑墨国，便是在天人境的遗址上建都的。看来，前辈的确对天人境毫无兴趣。前辈要替在下看病，却不问在下病症吗？我能不知道你的病症吗？你体内的那颗心经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行医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怪事。那是周地楼主方舟的心经。七贤正阴方舟，你带着他的心做什么？这颗心经是方舟复生的契机。不可能，你想让死人复生，这办不到。可唐某偏偏就爱办人办不到的事，即便是要赌命的事。你把这颗心经留在体内，用你的精血喂养它，让它不死。这颗心经现在就是你最主要的伤势。你这头发想必也是一夜之间精血溃耗至极限。如果不是外面那个姑娘在，你现在早就死了。靠妖人之血维持生命，只会越吸越多，到最后只有把它吸干才够。正是因为这伤势麻烦，所以才需要神医相助。你带着这颗心经多久了？将近4年。那我便直说了，这颗心经在你体内保留太久，已经与你的心脉连在一起。用服下一铁制作的伤药，确实能够治疗你的伤势，但之后也会迅速恶化，就如同饮鸩止渴。你们2个只能活1个。你想清楚了，若要活命，就要趁早取这颗心经。即便是如前辈这样的神医，也别无他法了吗？这世间有些事办不到，就是办不到。你想清楚了。在下知道了，请容唐某再好好想一想。